互相想。换上了新人眼光，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。我们并不一样，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。都曾误解是路网，也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别害怕去梦想 ，Never give up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你们约好的啊？曾老师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可是，这代表我们对你的感谢，谢谢你这1年来让我慢慢学会怎么当一个老师，当一个可以让孩子信任的大人。你们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没有啊，是我们一直很不客气，什么大事小事疑难杂症都跑来问你。而且我们3个应该比学生还烦吧？怎么会？这1年我们相处愉快，我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既然愉快，那就继续留下来啊。是啊，我们都很舍不得你。说真的，1年真的太短了。曾老师，虽然你说想要静静的离开，不要惊动学生，可是我们3个还是觉得我们想要有所表示，因为这1年来你真的教我们很多。哎呦，你们这样真的会让我……我先来看一下你们送我什么，太贵重的我可不收啊！啊，那完蛋了，真的很贵重哎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到底是什么啊？开学以来，我觉得越来越挫折，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学生们都在看我，看我到底能够撑多久。放学之后，我回宿舍拿资料给你看，等你看过我教过班级的 before and after。你就知道可以怎么做了。我们当老师最可贵的，就是可以跟着学生一起成长。困难越多，成长也就越多。你一定可以办得到的。如果你自认个性急、讲话冲，不妨试试看，用联络簿作为沟通的管道。可是我文笔不好，只要你心是诚恳的，对方一定可以感受得到。好像是哎。我当下就觉得你们这些慈济人真虚伪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你说曾老师是教联会的老师，我就……你相信种下善因能结善果吗？我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来试试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很简单啊，帮他收拾家里、布置房间，就这样。没错。
们要给妈妈一个清洁溜溜的大惊喜。爸爸，我要跟你一起去花莲接妈妈。不用啦，你们乖乖在家里写功课，还要去陪阿婆啊。爸爸只是去1、2天，很快就回来了。等爸爸回来，我们再全家人一起去吃大餐。我要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哦。没问题，不过吃多少拿多少，不准浪费食物哦。对了，你们房间整理了没啊？我整理好了，弟弟还没。阿伟，你要加油喽。阿凯，等爸爸洗完车，我们一起擦玻璃。好，来，赶快擦，这边。好。玉珍看起来跟几年前完全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我好希望有一个人，或是一个神，站在我面前，给我所有的疑问一个解答。只可惜到现在，那个对象并没有出现。几年前的那个时候，玉珍眼睛里充满了彷徨和恐惧。你怎么了？啊，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成功，我终于找到救星的药了。原来它就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，离我这么近，是我自己忽略了它。你看。可是现在他的眼神却都是温柔和慈悲，还有不舍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没有叫我？我刚到，看你在想事情，行李都收好了。只剩下办公室里面的一些个人东西、书籍还有资料。现在过去收吗？不用，我们先去吃饭。曾校长说，教联会的陈乃玉师兄已经订好了餐厅，晚上的饭店我也订好了，所以不急。剩下的东西明天早上再过来收就好了。好啊，那走吧。老婆，基隆的海和花莲的海有什么不同？基隆的海有很多我儿时的回忆，还有跟你谈恋爱的心情。花莲的海总让我想起好多学生的笑声，还有很多对生命的感动跟感谢。这里对你的意义的确很不一样。不论意义多大，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。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曾校长和陈师兄都再三的挽留你，你们也一直在谈学校的学生、老师、校务以及办学和坚持理念的困难。你觉得这宴席散得了吗？就算是离开，我还是会以其他的方式关心慈中啊。我还是教联会的老师，我不可能因为离开就跟慈中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今天晚上，对你和我来说，一定会是很漫长的一夜。
我去帮你倒一杯果汁，你一夜没睡好，还眼圈都跑出来了。没关系，不用啦。你还不是一样？等一下我要喝自己去倒就好了。快吃吧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学校整理东西呢。慢慢吃，不用急。我是想说，早一点去学校，这样才不会惊动太多学生。不用搬了，你留下来吧。你说什么？这一次算是我帮你做的决定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是不可能会改变决定的。可是我想了一整夜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是早就知道我老婆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吗？老公，爱一个人就应该去成全对方的心愿和理想，让对方去发挥最大的人生价值。我对于你能受到上人和校长还有这么多人的重视与肯定，我觉得很骄傲，所以就这么决定了，听我的就对了。可是阿凯跟阿伟他们，阿凯已经长大了，也被你教育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啦。至于阿伟，虽然比较依赖，也不太用功，可是从小在小菩萨好化解的熏陶之下，心地和品性都没问题。你看我现在对自己的儿子多有信心啊！既然大儿子是你一手教出来的，现在就把小儿子交给我这个老爸来教教看，看谁比较厉害。来吃吧。那爸妈那边呢？我们总不能不顾虑长辈的想法吧？放心，我会跟他们沟通的。至于你爸妈，我相信你爸爸最后一定也是会支持你的。既然你跟玉珍取得了共识，我也就没有什么好多说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夫妻同心其利断金。只要你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好了。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呢，就随时提出来。谢谢爸。那妈那边，妈妈如果一时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会慢慢的跟她说，她是个很传统的女人，她认为女人结了婚就应该以家庭为重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配合先生跟小孩子。所以他对玉珍去花莲当志工就一直念到现在。爸，虽然慈中的校长是希望玉珍留下来当正式的老师，而不是志工，可是玉珍有说，她已经不赚世间财了，所以她还是会把薪水捐出来。这一点我没什么意见，只要有能力，本来就应该尽量的帮助别人。从小我也是这样教玉珍的，我支持你们。现在就要看怎么样取得妈的谅解了。讲甲你我实在想无啦。迄桃园新店苗栗地区拢有资济，你随时嘛会当去遐做志工。你想哪倒安尼放翁放囝，走去遐远的所在，足无敢咱一年才度过。你即马阁竟然讲要阁住咧花莲。我去做的是教育志工，跟一般的志工不一样。我唔管你同款无同款啦。妈妈烦恼唔是去你去做倒一种志工，是你要去倒位做志工，你知无？我知。你哪会知？玉珍你敢唔知这一年我甲恁爸我烦恼你，烦恼开话无人照顾，烦恼恁阿母若分开。
你巧啦，定定要做这个戆代志。你这个决定要去花莲，你若甲正光遐远你就妈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啦？我是讲，你安尼吼去到花莲，恁阿母分开，敢会影响到恁的感情？妈，原来你想说的是这个啊！你不要担心啦，我跟正光不可能啦。什么都不会，你的个性吼，妈妈上了解啦。这件代志一定是你坚持，正光吼无答应嘛袂用的，啊无伊哪有？妈，这件事是我帮玉珍决定的啦。啊，是你？恁。恁哦，我实在唔知恁心肝内是安怎想的啦。妈妈现在1个礼拜有3天待在花莲。如果我妈妈去当老师，不就要待在花莲5天，到周末才能回来吗？是啊。可是弟弟还那么小，这样的话他就吃不到妈妈做的菜啦。阿凯，妈妈周末就会在家啦。可是这样对弟弟太不公平啦。公不公平？我们听听看阿伟的意见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哎。阿伟这一年长大好多，变得好体贴。阿婆总是跟妈妈说，阿伟放学以后就会去阿婆家陪阿婆说话，好孝顺哦。阿凯也是啊，爸爸跟妈妈说，妈妈不在的那几天，阿凯就像个大哥哥一样，都会提醒弟弟收拾书包，还有不要忘记该带的东西。真的好负责任哦。是啊。阿凯有时候还会管爸爸呢，说爸爸乱丢东西，把家里都搞乱了。所以妈妈要谢谢你们啊，就是因为你们的懂事，让妈妈可以放心的去花莲。你们知道吗？花莲有好多孩子需要妈妈照顾呢。我跟弟弟也需要啊。我们要去，为什么不等到弟弟国中毕业再去？而且你们根本没有问我们，就已经决定了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阿凯，阿凯，阿凯，我上去跟他说。来，阿伟，打电话给阿婆，说妈妈回来了。Come on, man， 这是我们3剑客再度结盟的大好机会。你何必这么不高兴呢？我觉得不受尊重。因为爸爸妈妈的先斩后奏。这件事，爸爸妈妈的确是在花莲就讨论过了。可是，如果你跟弟弟的照顾问题没办法解决，妈妈是不可能再去的。可是弟弟明明还需要忙啊，为什么要牺牲他？你为什么一直帮弟弟发言呢？因为你是哥哥，还是其实你跟爸爸一样舍不得妈妈？其实，爸爸比你还舍不得妈妈，舍不得妈妈去花莲，舍不得她这么辛苦。可是，妈妈一直都不是普通的妈妈，也不是普通的老师，她能做的、能给的，总是比别人想的还要多。只是，也许方法不一样。就是因为妈妈是 super woman， 我才担心你啊。如果妈妈1个礼拜都待在花莲，周末才回来，你应付得了我和弟弟吗？哦，臭小子，你看不起我啊？你以为我罩不住你啊？来，解杀！来，再来，看我的指叉球。所以阿凯这样子算是勉强同意喽。真有意思哎，反而是阿伟没意见。我想那是因为每次看到阿伟，我就要开始盯他功课，所以他会觉得我在家他压力很大。可是说真的，这1年我感觉他们真的长大了耶。
而且也跟我越来越麻吉，让我这个做老爸的很有成就感。老公，我觉得能够拥有你们，还有这个温暖舒适的家，我真的好幸福哦。是啊，我有时候也不敢相信哎，老天爷对我真是太好了。我觉得啊，那都是因为我们有舍，所以才会有得。对呀，这都要感谢你成为慈济的老师，我们才有这么多付出和分享的机会啊。所以你也就这么感恩的把我给捐出去了？可以这么说。你不是也常常跟我说，应该要学习放下小爱，去成全大爱吗？你看我这次学的怎么样？应该可以得 A 加了吧？Double Plus。谢谢曾老师。老公，其实我想过了，我这次去池中继续当老师，是为了实现我对教育的理想跟理念。如果我知道理想不能实现，我就一定马上回来。就算可以看见它慢慢实现，我也会找适当的时机回归家庭，因为这个家才是我最有力的后盾跟力量的来源啊！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真的舍不得玉珍老师离开，好不容易等到她回来，她却又说可能会留在花莲。是啊，真希望玉珍老师不要走。出席的人真的越来越少。玉珍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有做好，所以大家才希望你赶快回来啊。谁知道？可不要这样想。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更应该要放手，才能把承担责任的机会让给你们啊。可是我们真的很担心中立教联会的凝聚力会因此消散。危机就是转机，我相信中立教联会不管有没有我，都可以继续成长的。玉珍老师，其实说真的，我们是因为舍不得你。所有的人都晓得你是为了要实现对教育的理想，才会做这样的考虑啊。是啊，池中的1年让我觉得，教育更应该是全人教育，升学率不应该只是评断学校或是学生好坏的唯一重要指标。可是现在，从社会到家长，甚至是办教育的人，大部分却都还只是见树不见林。像池中这样子重视人文跟生命教育的学校，能不能办得起来，能不能受到肯定，大家都在看呢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！我何尝不珍惜跟你们一起努力的时间？我现在去池中打下基础，以后要是有姻缘，也欢迎你们一起到池中来啊！加油！我最担心的是君伟跟君凯。我3月跟1个礼拜，我汹涌啊！阿公啊的公司现在事情暗多暗忙，真的有办法照顾2个生意呢。阿梅，你放心，阿凯阿伟的事，我跟玉珍会继续讨论。只要这方面还有问题，玉珍就不会做出最后决定。哎弟呀，若真做事情啊，不会冲动，不像你，有时候还是像生意那强勇。谁说的？阿梅，你儿子是总经理耶。就算是董事长你还是我最小的儿子啊。总经理要卖你2个儿子就会把你弄得团团转。不像柔静，教过那么多学生。阿梅，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小媳妇儿我在公司也管理好几百个员工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柔静，唐德么？你阿老公吃醋嘞。妈，其实正光跟阿凯阿伟在家，他们相处比较像朋友。我不在家，他们感情好得很呢。哎，落嘴咯。哥哥，来这儿。好了，你阿爸也要回来了。人家说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也不要想暗得了。上人有说过人到世间来
经历的一切，菩萨早就安排好嘞。我跟你爸爸的意见和想法不重要，你公婆俩哦，决定就好嘞。阿美啊，相信你们，对吗？妈，我真的觉得啊，你越来越有智慧，也越来越可爱喽。若静，我是碰到你的福气，而且我现在都看大爱台，当然就越来越可爱喽。你安尼是创啥啦？啊，查某囝甲囝婿，啊，毋是去做啥物无好的代志。因安尼决定哦，毋是为着因家己呢，啊，颠倒哦，因是为着。啥物？你免甲我讲遐济大道理，我听袂落。这毋是啥物大道理啦。这哦是做人做事的根本。啊，你的意思毋讲，我毋知影道理，我毋捌道理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件代志吼，就算讲是我自私啦，我袂用无替我这个查某囝家庭幸福设想，我嘛袂用无替我这两个宝贝仔孙想啦。你看啦，玉珍安尼放翁放囝，你根本就是咧滚生笑啦。啊，为什么代志哦，你拢爱对迄个无好的所在想咧？曾光甲玉珍结婚遐尔济年啊，啊，因的感情好还是无好，敢讲你也看袂出来？啊，搁再讲咯，啊，曾光伊做人安怎，敢讲你也毋知？哎呦，我就是因为吼，我有遮尔好的囝婿，我毋才咧替伊唔甘。原来你是丈母娘看女戏，啊，越看越有趣哦，啊！无啊，我即摆是咧笑啥？这有啥物好笑的？我甲你讲啦，这件代志，你免想讲我会同意，我绝对要反对到底啦。你看你安尼啦，玉珍哦，真正是你的查某囝无唔对，个性哦，甲你一模一样啦。啊，只要是家己认为对的代志哦，就坚持到底。唉，老爷啊，所以你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放心袂落正光，啊，甲有开甲话对无？开甲话吼，自细汉就是我带的啦，啊。迄细汉的时阵是偌古锥，阁偌大心呢，嘴甜阁有礼貌。到即马阿哥定敲电话互我，阿妈，你最近身体好无？阮足想你的呢。啊，你当时哦要搬转来因为甲阮住，你都毋知我这两个宝贝仔孙哦是偌甘心的。你哦，你着甲伊应讲。会啦，会啦！啊，等你妈妈吼，若是正式去花莲驾车的时阵哦，阿嬷就会搬去杨梅照顾你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啊？哎，就安尼决定啊哦。好啦，好啦。哎，我敲电话甲因讲啊哦。我真正要敲。好啊啦。你紧卡啦！你哪会遮啰嗦啊？今天去了下午周哦，可以去参加大胃王比赛哦。我还先等的。哎呀，电话在响。喂，阿公，我是宣伟啊，我们出去吃饭，然后去买东西。嗯，好好好。妈妈，阿公找你啊。好。喂，爸。什么？你跟妈决定了？好，我马上跟正光说。什么事啊？阿公阿嬷决定要搬来杨梅住，就近照顾阿凯、阿伟。真是太棒了！我跟爸说，爸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
住的事情不是问题，我们家还有房间，还是你要住附近都可以啊，这个我来安排就好了。我要跟阿公阿妈讲话，我要。妈妈来，我现在。喂，阿公阿妈，你真的要搬来哦？我好想你们，快点来啊！先讲啊，我要干嘛？我很想你们，快点过来哦。玉珍老师，怎么这么早？志芳老师早。啊，离开会还有1个钟头哎。我家住得近啊，而且在家里面也没事，就先过来啦。你还不是也很早？我是出门买菜，顺路就过来啦，不然啊还要回家再出来，这样太麻烦了。怎么样，君凯跟君伟的这个照顾问题解决了吧？哦，我爸妈说要搬过来住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嘞，这样你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喽。那就表示这件事已经拍板定案喽。是啊。虽然我真的很舍不得，可是我还是很替你高兴。谢谢，志芳。其实我能够走到今天，最感谢的人是你。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是你带我接触慈济啊，要不然我到现在很可能还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大牌老师。可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对我是又爱又怕，我就是要用最激烈的手段撕掉他们的尊严，剪掉他们的骄傲。我想主任也有他为难的地方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主任太没有担当了。我让他们每一排照顾那些职务，是为了让他们彼此竞争，最终的目标当然是要提升成绩喽。我以前啊是被名师的光环遮蔽了眼睛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盲点，被一大堆人讨厌痛恨，还浑然不觉。没那么夸张啦，你只是求好心切，而且你真的教得很棒啊。我今天会有这种柳暗花明，都是你的指引。怎么会是我？我没有那么厉害，应该说是上人还有金思雨把我们带来这里的。对。啊，对了，玉珍老师，那你爸妈搬来要住哪？我本来是要我爸妈跟我们一起住的，可是我爸妈说这样对正光爸妈不好意思，而且他们说老人家的生活习惯跟我们很不同。为了不要互相干扰，也不要太影响正光，所以他们要另外住。我家师兄啊，已经在附近找房子了。你爸妈真的很体谅人啊。对了，曾老师，我想你也不需要花时间找房子，干脆就让你爸妈住这里好啦。这里走路就可以到你家，生活机能又那么好，市场、公园也都在附近。最适合老人家住了。可是教联会1个礼拜才用这里1个晚上跟1个下午，太浪费了。而且公修处那边他还整理出另外1个空间给我们使用，所以我想应该要先替你父母亲做考虑比较对。这就不要再考虑了。这间房子让教联会使用的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了，现在就等着让你父母亲来住。而且也不需要再怎么整理，只要添购一些家具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。你爸妈只要带着衣服来，你看多方便。父母亲最后的临门一脚，就像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在这个生命转弯的地方，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。暑假里，我跟正光去了花莲见上人，才知道曾校长希望我留下来，并不是要我去当慈中的老师，而是曾校长竟然跟上人说，要我去担任慈中的学务主任，这么重要的工作哎，就是重要才找你啊。你不了解，正光，学务主任就是我们以前的训导主任，要管的是一整个学务处。还要管理学生，推动校务，制定规章，要做的事比一个单纯老师要多得多。这担子好重，我真的能胜任吗？正光，玉珍，刚刚上人说了一段话，让我很感动。上人说，教育是一条漫长的路，可是学生的学龄有限，所以有很多事情必须赶快去做。玉珍，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。
就全力冲刺，我对你绝对有信心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梦里，那每一张脸孔都好像在替我加油，鼓励我要继续走下去。谢谢你们，老师一定会加油的。曾老师，不对，我应该开始改口练习称呼你曾主任了。曾主任，听起来还真不习惯。不习惯也要习惯了。距离开学还有1个月，其实只有1个月了。有关校务的推动，以及学务处下学期的工作计划，还有人事的安排，都需要曾主任多多费心呢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规划的。前往拒绝半途返航，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还在修改啊？我刚泡的薄荷茶，要不要喝？我想喝自己倒。那我离开喽。累了就休息，别累坏了啊。我知道。爸，怎么样？你们已经开始整理了？对，你们人来就好了。其他的大型家具和电器用品我都帮你们准备好了。玉珍啊，在写学务处的计划书，已经写了1个多礼拜了，要叫他吗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会提醒他多休息的。对了，爸，要不要我这个假日去基隆一趟，帮你们整理啊？哦，好啊，等你们整理好，跟我说一声，我跟玉珍去接你们过来。好，爸再见。计划书大致有个样子了，可是更重要的人事安排呢？曾校长要我自己找我需要的人来担任各组组长，要找谁呢？曾老师，谢谢你在这1年来，让我慢慢学会怎么当一个老师。既然愉快，就继续留下来啊！是啊，我们都很舍不得你。说真的，1年真的太短了。我们当老师的，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微弱，就像星光。当它们一闪一闪聚集在一起发光的时候，就可以照耀整片星空。喂？喂，曾老
老师，你找我啊？啊，我在便利商店买东西啊。啊？你要留下来当学务主任？那太好了啊！什么？训育组组长？什么？你要我当生活教育组长？为什么？啊？卫生保健组长？我怎么行啊？开什么玩笑？曾老师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哎。不可能吧？你先别想这么多，我已经跟邱博文、江宇璇都说过了，我们必须在开学前提早到学校一趟，做进一步的讨论。你把你的时间给我，下星期可以吗？好，有什么话我们见面再说。你是老大的呢，你哪会带弟弟妹妹来讨这爸爸的钱呢？爸爸，对不起啦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啦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25、30。你看，安尼就是10点30分。医生啊，你来看卖，爸爸买啥物件给你？哇，是钢琴哎！喂，医生啊，物件拢收好啊啦，哎，恁妈妈哦，伊去美容院洗头鬃啦，伊讲吼，日新厝吼，头鬃啊洗好清气偌好好啦。伊是烦恼哦，听恁遐吼找不适合的啦。好，阮即马吼就等你甲正光来接啦。社区大学招生简章哦，这个敢若袂歹哦。哦，来这个中 A 开动瑞，这安怎卖？那个120，我早上才摘的，很甜哦。好啦。我甲你买2瓶食看卖，若好食吼，我逐工拢来甲你买。好啊！啊，敢若毋捌看过你，你是毋是住这附近？唔是啦，我搬来遮住啦。啊，甲阮查某囝吼，顾我的孙仔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？赶快提出来。可是我们都还没有答应要到学务处工作哎。那你们干嘛提早来花莲？所以你决定了，你愿意接任生活教育组组长。正芬，那你呢？你们3个就是学务处的铁三角，你们这个铁三角稳固了，我们学务处就大有可为了。我自认我的表达能力应该还不错吧？可是为什么当我在报告的时候，有一位教官总是坐立难安，如坐针毡似的？我想你说的是胡教官，你误会他喽。误会？这个那叫邱博文跟你说，他最了解胡教官了。新官上任，总不希望团队里面有一个害群之马，有损团队形象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视实务者为俊杰，我会自爱，不会让曾主任难堪。
你不用担心。主任，我不是因为你教过我英文近似语，就愿意把头发染回来，也不是因为现在你是主任，就表示你有道理，更不是因为你难过，就证明我有错。哇塞，才1、2个小时就这么多人留言了。王明这小子点起这么大一把火，他豁出去了。看起来是王明的那篇留言引起的风波，然后他不怕吗？如果王明想当烈士的话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复杂。我知道你肯付出，却不懂